你去过清真寺吗？作为伊斯兰教主要的宗教场所，清真寺可以说遍布世界各地，而埃及开罗则首当其冲。早在上世纪就因为大量的宣礼塔而获得了千塔之城的美誉。今天我将挑战12小时走遍开罗的清真寺，跟我一起出发吧！现在是早上时间7点钟，我现在准备出发前往我的第一站了。然后我们现在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座清真寺了，让我们进去参观一下这个埃及最大也最古老的清真寺——伊本图伦清真寺。伊本图伦清真寺建于公元876年，是伊斯兰世界早期建筑的代表之作。它没有华丽的装饰和艳丽的色彩，整个建筑呈现朴素的土黄色，全部的美感都来自结构上强烈的秩序性。咱们今天的第一座宣礼塔，它可是在埃及的唯一一座外螺旋式宣礼塔，它是仿照的伊拉克的这个萨马拉清真寺修建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上次来也是，就是没有太多游客来这个地方旅游。如果大家要来开罗的话，这是我的推荐打卡点第一个。继续往上爬了，终于我们登顶了。早期的清真寺结构非常简单，多为柱厅式清真寺。中间为一块矩形露天广场，在朝向麦加一侧布置进深较大的柱厅，同时在围墙其他3面布置进深较浅的柱廊，形成一个围合的院落结构。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有点困。刚才清真寺很好笑我一进去就几个人冲到我面前来，就非常凶的就说不准拍照，不准拍视频。我就说你冷静一下，是在清真寺里面，在你们侍奉你们神的地方，你怎么可以大喊大叫？他们几个真的就冷静了下来，然后我就说我想拍这里面的视频，他们居然就 OK 了，我当时都震惊了，因为这个地方就出了名的，之前好多博主来拍视频拍照片都被他们就要求必须收起来。我们现在从第一个清真寺出来了这感觉才走2米，我感觉我就遇到下一个了。大家看我后面这个，好像进不去，门是关着的。这算第2个吗？你们说？我又看到2座塔了，我估计又到下一座清真寺了。每一个清真寺都有一个超美的宣礼塔，这座也进不去，同志们。大家看我到第4座清真寺了。我这前后走了可能就3分钟吧，我真没有骗你们真不是同一个清真寺，真的长得很像这都是马姆卢克时期的建筑风格但我问了一下，好像是这些只对当地人开放，不对游客开放的清真寺好像只有在做礼拜的时候它才会开放。大家看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参观的第5座清真寺，但它有点远，所以我们还是准备打个车过去，准备坐一个他们当地的突突车。这是我们司机。Thank you。他们阿拉伯数字跟我们平常用的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并不一样。有些很年轻的小朋友和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是不认识阿拉伯数字的。计算器说数字他也不知道，就是说问价格真是非常难的事情。现在呢，我们位于开罗的制高点，也就是萨拉丁城堡。但刚才我们进来之前它允许我们用录像机，但是呢不允许用话筒，所以把我的麦克风给收掉了，没有搞懂这个原因。这座清真寺是位于萨拉丁城堡的山间，是在开罗作为一个标志性建筑物存在。因为你在开罗的任何一个角落抬头一看，基本上都能看到这个清真寺。这清真寺的年代并没有非常久远它修建于1832年。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在这个集满马姆卢克建筑风格的清真寺中呢，是非常的特别但是如果把这个清真寺把它放到了伊斯坦布尔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和谐，因为它是以典型的奥斯曼土耳其风格来修建的清真寺。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清真寺主要为集中式清真寺，在原有的清真寺结构基础上扩大了祈祷大厅的面积，并且祈祷大厅结合了拜占庭建筑中的多穹顶结构，大大提高了其视野高度。这个清真寺呢，说实话，去过伊斯坦布尔的再来看这个，你会真的觉得
索然无味。我们在这个萨拉丁城堡的山巅啊，哦，金字塔，哎，看到没？看两个大的，看到了，看。Thank you。我们被没收的，Where you from? China。شكرا，话筒拿出来之后呢，第一件事问什么就让我给他小费，不能说脏话。明明就是你把我的话筒给收了起来，还敢让我给钱。来埃及哈，就是脸皮要厚，他们就是会觉得中国人脸皮薄，一般问你要钱什么，一般都会给，要强硬一点。我们从这个山上下来了哈，哇，实在是太热了，也实在是太累了。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饭都没有吃，他准备撤退回酒店了。剩下清真寺就靠我来带给大家走了。我现在呢，在我面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参观的第6座和第7座清真寺。又出现一个特别埃及的事情哈，门票是40块钱哈，我给了50，然后他说你有没有零钱？我没有找您的，我知道肯定有，这是常用的伎俩，我就找，我就慢慢找半天找35，他看我只有35，没办法，然后他说哎你给我50吧，然后莫名其妙从抽屉里面找出10块钱，刚才说没有零钱的，这个找出来了，这是埃及景区常用惯用招数，这些还是政府工作人员，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恶劣，这种行为，这种坏习惯真的是太可怕了。现在呢，就位于咱们今天参观的第6座清真寺面前，瑞法伊清真寺。它修建于1869年，是埃及的皇家清真寺，因为它这个地方埋葬着埃及的最后2位君主。同时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它还埋葬着伊朗的最后一位君主，就是巴列维。为什么巴列维会埋葬在埃及，没有埋葬到伊朗哈？这个如果得了解一点伊朗历史的就知道哈。当时巴列维王朝被人民推翻之后哈，巴列维是直接逃亡到了国外，他辗转流于很多个国家之后，最后病逝于埃及。他和当时的埃及皇室的关系比较好哈，所以说当时呢，他们也就把他安葬在了这个他们自己的皇家清真寺里面。现在咱们进去看看清真寺哈，逆行脱鞋必须的。脱鞋。这个大穹顶是不是很像在欧洲的教堂？其实这个教堂和清真寺还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和教堂最大的区别哈，就可以看到哈，在这个清真寺里面哈，大家是看不到任何人物肖像或者壁画的。它和这个教堂最大区别就是这个地方啊，教堂里面无论是在墙上的壁画，还是他们的窗画，都会画一些圣经里面的和人相关的一些故事。但是清真寺里面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在伊斯兰教里面，他们是禁止搞个人崇拜，所以说在伊斯兰的建筑里面装饰品呢，都是一些简单的几何图案，或者是一些植物雕花，或者是阿拉伯文字的文字雕花。阿拉伯式花纹通过对几何图案的重复形成了精美的图案。对穆斯林而言，这些图案放在一起组成了无限的风格，并超越了肉眼见到的物质世界。他们将无限进行的符号化，并将唯一的神安拉所创造的大自然去中心化。这2座清真寺啊，真的都非常高，而且它这个立面啊，都感觉非常的封闭，难怪当时在战争时期被用作军事堡垒啊。我们现在前往今天的第7座清真寺了哈，也就是苏丹哈桑清真寺。它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宗教学校和集会清真寺集合为一体的这个清真寺哈。这个清真寺竟然会先经过一个长长的隧道哈，它有3个伊万哈。这个伊万是什么？这个就是从伊朗建筑里面来的哈。位于伊朗伊斯法罕的居里清真寺是伊万这种建筑结构的发源地。在大清真寺的后面是4座讲堂，这4座讲堂分别属于逊尼派的4大教法学派。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哈，当年那个场景哈，这每一个伊万里面坐满了学生，然后在这里就是练读自己教派的思想和理念，然后可能互相之间还有个辩论。这里面可能是以前的什么学生宿舍呀、教室呀什么之类的地方吧。来，第7个清真寺打卡成功，咱们继续往下走。大家看哈，现在我的出口的正前方出现了第8座清真寺。现在大家听到我周围声音，这个是什么？就是礼拜时间到了，该祷告了。虔诚的穆斯林每天需要做5次礼拜，分别为晨礼、晌礼、午礼、婚礼和宵礼。可以说，做礼拜是一个穆斯林一天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个旋翼塔呢是开罗，这个是一个外螺旋寺。这个旋翼塔呢是埃及唯一一个外旋，这个螺。